就在昨天，我终于攒够了60万。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打算把这个惊喜告诉老公，他和婆婆却要我给回国的白月光腾地方。于是我把他们一家都扫地出门了。今天是我和老公的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我早早的就订好了米其林3星级餐厅，想着大家聚在一起吃一顿好的。这几年来，我一边工作，一边操持家里的大小事务，还要照顾婆婆和大姑姐的儿子，虽然辛苦点，但是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就行。一家子开销很大，日子也一直过得比较节省。好在我工作还算不错，几年下来，终于攒够了60万。虽然不是什么巨款，但是把现在住的老破小卖了之后，足够置换一套大平层，手里还能有些积蓄，想一想也很不错。我打算就在今天把这个惊喜告诉他们。午觉醒来，我接到了老公打来的电话：“小雨，你收拾收拾，今晚出去住吧，这样好吗？”我看了眼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婆婆和6岁的外甥，虽说是纪念日，以往也是在家一起吃饭，这次这样丢下他们出去单过，似乎有点不太合适。没什么不好的，今晚上月月要过来住，你不出去住，她没地方睡呀。旁边传来一个女声：“嫂子，今晚就打扰你了。”我脑子嗡了一下，炸开了，忍不住对道：“就家里这老破小。”两室一厅，你还要叫人回来住？单子飞理所当然地回答我：“是呀，正是因为住不下，才叫你出去住呀，不然月月没地方住啊。不是，她不能住酒店吗？干嘛非要住我们家里呀？”一旁正在看电视的婆婆急忙插嘴：“酒店哪比得上家里方便呀？月月和小飞是打小一块长大的，这么多年没见了，正好叙叙旧。”我给气笑了。那他来住就让我出去，这是什么道理？夏小雨，你有必要吗？客人来了，你是不是得拿出点待客的风范来？就让你出去住几个晚上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妈也很久没见月月了，肯定有很多话要说。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别那么小心眼。我还有事要忙。单子飞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小雨呀，你也别生气，小飞和月月从小就要好，好好的招待她也是应该的。婆婆说完，指了指茶几：“你看家里就剩些苹果橙子了，你快去买点水果。进口的车厘子还有牛油果什么的，月月最爱吃这些，别买国产的，她吃不惯。那我前段时间贫血，说要买点车厘子补补，您怎么说没必要呢？现在她来了，立马就给她买，还要买进口的。小雨，这怎么能混为一谈呢？你贫血吃点红糖补补也是一样的呀。月月她出国那么久，怎么吃得惯国产的呢？她才出国多久？是嘴变异了还是怎么？国产的就吃不惯了。”一旁刚上幼儿园的外甥从沙发上跳下来，一拳捶在我胳膊上，捶得我深吸了一口气。我也想吃，我也想吃，快去给我买！我用力甩开他的手：“别打了，小雨，你干什么呢？你有气别往小海身上撒，他还是个孩子。”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他外孙子被他喂成了100斤的大胖子，比我还重，力气更是不小。是的，他是个孩子，但不是傻子。说完，我摔门而出，再回来，推开门就看见他们一家子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聊着天，有说有笑的。单子飞的白月光就坐在中间，婆婆和单子飞分别坐在她的两边。婆婆朝单子飞使着眼色，一边阴阳怪气地说道：“你看，我说啥，还不是买了？”单子飞说话的语气也很不好：“要买就买，发什么脾气呀？还不赶紧拿过来！”刘月月从沙发上站起来：“嫂子，你千万别介意，我跟飞哥从小玩到大的，感情跟亲兄妹一样。
说完，他转头看向丹子飞：“飞哥，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我喜欢吃什么？”丹子飞不好意思地摸摸头：“月月，你说的哪里话？你爱吃的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呢？对，我这儿完全多余了呗，我应该在茶几底下。”我从大购物袋里掏出一个小袋子，扔到了茶几上：“吃吧，超市里就剩这个了。”丹子飞打开一看：“夏小雨，你有病吧？招待客人呢，你买一堆甘蔗，甘蔗甜甜蜜蜜的，多应景呀！这一大包你都买的什么？”我从里面掏出一盒即食燕窝，当着他们的面一饮而尽。买了好东西不拿出来分享像什么话？婆婆说完，伸手就要来拿，我往后退了退。月月在国外啥好东西没见过，会稀罕这2瓶燕窝。说完，我看向刘月月：“你说是吧？”刘月月一脸忍下委屈的样子，看向扇子飞，眼里还闪着光：“飞哥，没关系的，嫂子人老珠黄了，就该多补补，不像我还年轻，不需要这些补品。”扇子飞立马出言指责我：“你一天弄这些干嘛？都人老珠黄了，补了有什么用？”扇子飞，你要不要听听你说的都是什么话？我人老珠黄，那你妈呢？她好像是这里最老的吧？婆婆脸上不自然地紧绷起来。刘月月连忙解释：“阿姨，我不是那个意思。”婆婆拍了拍手掌里刘月月的手：“阿姨知道。你打小就是最心善不过的孩子，你能有什么坏心眼呢？是有些人多想了。”我呵呵一笑：“要不有人那样说，怎么会让人那样想呢？行了，你们一家子多亲近亲近，我不奉陪了。”说完，我提着东西回了卧室。我买的可是铁甘蔗，一想到他们边嚼的牙龈出血边吐渣子的样子，别提有多开心了。我自己则大睡一觉，睁眼一看，天都黑透了。糟了，还没来得及跟他们说餐厅的事情。打开房门，客厅里空荡荡的，接着就接到了扇子飞打来的电话：“夏小雨，你快过来吃饭。”我一看墙上的时钟，都9点多了。丹子飞，你们出去吃饭为什么不叫我？我套了个外套边往出走。那不是看你睡着了吗？不想打扰你，你快过来吧。是呀，舅舅点了好多菜，吃不完，剩了好多呢。林小海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脚步顿了顿。好家伙，原来是吃完了才叫我过去吃剩饭呢。那你们自己吃吧，我就不过去了。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很庆幸没来得及跟他们说订了餐厅的事情。也没把存了60万的事情透露出去。我开车的时候，扇子飞的电话又打了进来：“夏小雨，你不过来，谁给我们买单呀？”扇子飞，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有问题就应该找医生。你们出去吃晚饭都不叫我，还想让我买单？夏小雨，我们不是看你睡着了吗？而且月月坐了一天飞机也饿了。再说了，你自己不是买了吃的吗？别废话，快过来！你们吃了多少钱？非得叫我过去买单？扇子飞虽然1个月工资只有5000多，但是每个月也给他留了2000，一般的开销他都是可以承受的，没多少，也就8000多。我瞬间怒了：“你真够可以的！上次咱俩结婚纪念日，我说想吃顿好的。你说你没钱，带我吃了美团上79的自助餐。他刘月月回来了，你就带着吃几千上万一顿。扇子飞，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丹子飞恶狠狠地威胁我：“夏小雨，你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纪念日我带你去吃饭还不行？你不是吃得挺开心的吗？现在扯那些干什么？你赶紧过来！你不过来你就完了。”给我气笑了。我把电话挂了之后，调了静音，一脚油门就开到了之前订好的米其林3星级饭店。我点了饭店里最贵的菜，还点了最想吃的海鲜。有钱我还怕吃不着好的吗？
我吃得饱饱的才回家，推开门就看见他们一家坐在沙发上。单子飞开始兴师问罪：夏小雨，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不过来帮我们买单？我是人啊，我也要吃饭，我当然是出去吃饭了。那你为什么不过来吃？我们那里有现成的饭菜。单子飞，你的脸还要不要？好了，只要你把我买单的钱转给我，我就不追究你了。我还得赶紧把钱还给老林呢。老林是他的同事，平时关系不错。我笑了笑，你自己没有钱吗？婆婆怒道：小飞的钱不是都给你了吗？给我了。我气得翻出了手机里的电子账单，你们要不要看看？每天一屋子人，光爱喝拉撒就得好几百，还不包括水电物业各种费用。你们以为他一个月拿的那3000块钱够花吗？要不是我往里搭钱，你们这一大家子早就喝西北风去了。我接着说，再说了，没有我。婆婆突然插嘴道：要没有你，就少一个人来花我儿子的钱。单子海也加入进来，他大声嚷嚷道：你瞎说，你这个坏女人，我妈一个月还给你500块呢。她妈妈离婚了，所以她一直跟着婆婆住在我们这里。我一直也很照顾她，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都紧着她，从来没有苛待过她。谁知道她竟然这么没有良心，胳膊肘往外拐。你一个月光幼儿园的学费就1000多，更别提一个就好几千的兴趣班了。上次拳击课你还把人家同学的门牙打掉了，赔了好几万。你叫你妈把钱给我。婆婆连忙说道：好了小雨，一家人计较这么多干什么？呵，这时候是一家人了。我冷笑一声，我花他的钱，那你儿子干嘛找我要钱？自己花的钱自己还去吧。丢下这一句，我直接回了卧室，才推开门，我就看见刘月月穿着我的睡衣坐在我的床上，还是我那套平时都舍不得穿的真丝睡衣。那一刻，我身体所有的血液都直冲天灵盖。嫂子，不好意思啊，回来忘记带睡衣了。飞哥说拿你的凑合凑合。刘月月说完，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单子飞，你给我滚过来！你又怎么了？单子飞没好气地问道。我指了指还坐在我床上的刘月月。哦，这睡衣月月穿着还挺合身的嘛。单子飞，还得是飞哥有眼光，这套睡衣我穿着确实很舒服。不是，这是重点吗？我直接开口了，他为什么穿着我的睡衣？单子飞一脸无所谓，不就是个睡衣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人家都不嫌弃你，你有什么好介意的？我冲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巨大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嫂子，你怎么能打人呢？刘月月忙冲到单子飞面前，心疼地揉了揉他的脸。单子飞恼怒地捂着红肿的脸：夏小雨，你又发什么疯？我发什么疯？住我的房子，穿我的衣服，就差睡我的男人了。而这一切都是你允许的，我不能打你吗？再说了，不就是一个巴掌吗？我都不介意手疼，你有什么好介意的？你是不是不想过了？是的，你立刻给我滚出去！夏小雨，你真是疯了！见我俩吵了起来，刘月月还在一旁拱火：飞哥，你这脸都肿了，嫂子下手也太重了。单子飞当下想找回面子，就要冲过来打我。刘月月赶紧拉着他衣袖：飞哥，你别冲动呀，兴许嫂子不是故意的。接着他又转过头对我说：嫂子，快跟飞哥认个错呀！你还不知道飞哥吗？他最心软了，认个错不就没事了？单子飞赶紧打住，接着就泼下驴：夏小雨，你赶紧给我认错，要不然今天这事儿没完。我翻了个白眼：你两个要不然上外边演去，有点辣眼睛。夏小雨，你真的太过分了，把我惹急了，我真的会打你，你信不信？单子飞有点没有底气地说道。我双手抱在胸前，
把脸伸过去。单子飞，你今天不过来打我，你不算男人。单子飞受不了激将法冲了过来。刘月月嘴角勾起了一抹毫不掩饰的笑意。单子飞扬起手，卯足了劲就往我脸上呼。好家伙，这是要来真的呀！我接过他的手，往他使劲的方向一带，咔嚓一声，他摔了个狗啃泥。我的跆拳道可不是拜练的。单子飞扶着腰在地上大嚎起来：“哎呀，疼死我了！夏小雨，你敢摔我，你反了天了！”刘月月赶紧过去扶他，他一边嚎着，一边由刘月月扶着慢慢站起来。婆婆听到叫唤声，也赶紧过来了。夏小雨，你太过分了，怎么能打小飞呢？你搞清楚，是他要打我，我不过躲了一下而已。你那叫躲吗？你把飞哥往地上摔，害飞哥把腰都闪到了。刘月月一边帮用手单子飞揉腰，一边添油加醋。好呀，夏小雨，你竟敢动手打人，当我老太婆不存在是吧？婆婆说完就要过来对我上手，我当然不会让她得逞，只是一个侧身，她摔到了两人身上，3个人都哎呦哎呦乱叫起来。反了，这种女人还要来干嘛？小飞，你快让她滚！让我滚！我指了指自己，你们有没有搞错？该滚的是你们吧？这是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他们住久了可能是忘了，这是我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给我买的房子。你得意什么？我就看不上你这副嚣张的样子。你嫁给我们家小飞了，这房子就有小飞的一半。你个法盲，你不懂法就不要在这里乱叫，懒得跟你掰扯，赶紧从我眼前消失。说完我就把他们赶出了房间，接着把房间的床单被套全扔了，换了套新的。我睡得正香，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次奥，真后悔刚才担心太晚了，他们赖着不走，而没把他们统统赶出去。单子飞质问道：“夏小雨，你怎么不出去睡？你不出去睡，我和小海睡哪里呀？”我好声没好气地吼道：“这是我家，我没把你们赶出去不错了，你爱睡哪里睡哪里。”终于消停了。谁知道没过一会，敲门声又伴随着单子飞的怒吼声响了起来：“夏小雨，你什么意思？打地铺的垫子你给放哪里了？”“我给扔了，就是扔了，也不给这狗男女睡。”接着是婆婆的声音：“小雨，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家里来客人了，总不能连个睡的地方都没有吧？您不是跟刘月月很亲吗？你们睡一起呀，刚好叙叙旧嘛。”婆婆沉默了一下，说道：“我可以和月月睡一起呀，小飞睡哪里呀？你们4个可以一起睡吗？反正你们3个经常睡一块，多一个人碍什么事儿了？”单子飞上了一天班，折腾到这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他打着哈欠恨恨地说道：“算了妈，你和月月还有小海睡吧，我打地铺，明天看我怎么收拾他。”阿姨，算了，我和飞哥又不是没有睡过一张床，我可以和飞哥一起打地铺的。月月，那委屈你了。听着他们的对话，我简直想吐。他们爱怎么睡怎么睡，我才不管。睡觉。第2天是周6，睡醒了，我刷刷手机，一看某音，给我推送了刘月月发的视频，上面显示对方可能是你认识的人。视频里，刘月月穿着一套白色连衣裙，整体是类似白玫瑰的设计。她用夸张的嘴说道：“感谢飞哥送我的玫瑰礼服。”下面的评论都是清一色的称赞：“这条裙子太衬你了，哇哦，这不会是爱的意思吧？这条连衣裙要2000多，我之前一直没舍得买，怕单子飞说我乱花钱，怕婆婆怪我不懂得勤俭节约。她对刘月月是真大方，只是她哪来那么多钱？昨天吃饭的钱都还是借的。”我赶紧打开房间里的保险柜，果不其然，少了一根30克的金条，那可是我妈给我的嫁妆。
之前也说好了是留给娃以后的教育基金，他就一声不吭拿去充大款。我立马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叔叔上门来调查取证后，我给单子飞打了个电话，同时打开了录音。喂，夏小雨，你是不是想通了，要跟我道歉了？我懒得理他，直接问单子飞，是不是你拿了我保险柜里的金条？那是以后孩子的教育基金，是我拿了又怎么了？你的不就是我的，拿根金条算什么？单子飞说得理直气壮，警察同志，你们看，就是他偷了我的金条，我要求立案。夏小雨，你是不是有点傻？这是咱们家里的事儿，你怎么还报警了？我东西丢了，我能不报警吗？识相的赶紧给我还回来！警察同志，你别听这女人瞎说，我们是夫妻，夫妻之间拿点东西犯不上惊动你们警察吧？警察听了单子飞的话后，有点迟疑了。我忙补充道：“警察同志，这是我的婚前财产，我们要离婚了。他把钱偷去给小三。”单子飞急了：“夏小雨，你不要在警察同志面前瞎说，哪来的小三？你是真不想过了是吧？你给我等着，我马上回来。你别回来了，直接去警察局自首吧。”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送走了警察后，我叫来几个清洁工，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把那一家人所有的东西打包扔了。夏小姐，这些确定不要了吗？李阿姨指了指婆婆衣柜子里的衣服，那都是我给她买的品牌衣服，几百上千的都有，最贵的还有上万的。之前给她花钱，我都没有心疼过。逢年过节还给他送各种礼物，只是单子飞说他勤俭惯了，让我每次都把价格说成几十几百块。现在我看着就心烦，都不要了。李阿姨，你处理吧。李阿姨开心得合不拢嘴。处理完家里的东西，我叫了上门换锁，直接换了防盗系数最高的锁。我自己则带着行李住到了高级酒店。刚躺下，单子飞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他气急败坏地说道：“夏小雨，你怎么把家里锁换了？快来给我们开门！”我没好气地回答他：“我想换就换喽，你把锁换了，你让我今晚睡哪里呀？你还是先去警察局吧，不然一会儿警察该来抓你了。你今晚就得在局子里过夜了。”婆婆带着怨恨的声音传来：“小雨，你要不要做得这么绝呀？你要把小飞送进去吗？坏舅妈，舅妈让我们没有地方睡，懒得听他们掰扯。”我直接把电话挂了，接着就给警察打了个电话。没过多久，警察就回了电话：“夏小姐，你的前夫说把金条还给你，你看是否还追究他的责任呢？他多久能把金条还我？”夏小雨，你至于吗？就一根金条而已，你就要跟我离婚？你心眼子怎么那么小？我当初怎么看上你这么个玩意儿？你别废话，赶紧把金条还给我，明天上民政局离婚，离就离，谁不离谁是狗。谁料这时传来了婆婆的声音：“小雨呀，你就服个软，给我们把门开开，小飞还是愿意跟你处的。外婆，你别再说舅舅了，离就离，离了舅舅就娶月月阿姨，月月阿姨温柔又大方，还给我买巧克力呢。就舅妈这脾气，肯定没人愿意娶她。行，单子海，你真是个小白眼狼，我供你吃供你穿，就因为几块巧克力你就被收买了，胳膊肘往外拐。你少在这儿说大话，我吃穿都是我舅舅供的，哪里有你的事？真不愧是一家人，一样的没良心。你以为就你舅舅挣的那3瓜俩枣够你们生活吗？你外婆为啥不愿意我们离婚你知道吗？因为离了我，你们今晚住哪儿都不知道呢。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不想再跟这一家人再有瓜葛。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床边的电话吵醒了。夏小姐，
有单先生声称是您的先生，想要见你。你看，不好意思，他马上是我前夫了，我不想见他。这就是住高级酒店的好处，可以不让任何人来打扰。接着我就听到了单子飞趾高气扬的声音：夏小雨，你别给生气了，我可是给你买了99朵玫瑰。玫瑰，是了，刚结婚的时候我是有提过，很久没收到花了。单子飞，你不会觉得你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你对我的施舍吧？你送我就要接受吗？还是拿给刘月月吧？我嫌膈应。夏小雨，你说什么呢？你别给脸不要脸，不想跟你多说了。明天民政局见，谁不去谁是狗。挂电话之前，我赶紧叮嘱前台，千万别让这个狗男人上来，他会打女人。你们也不想客人在酒店出什么事儿吧？酒店前台吓得连忙答应。好的，好的。挂电话之前，我还听到单子飞在骂骂咧咧的。等等，单子飞怎么知道我住在这个酒店呢？我急忙检查手机，没有发现追踪一类的电子元件，那肯定是车了。我赶紧下楼到车库，果然单子飞在车旁边。嘿嘿，我就知道你总会下来的。单子飞，你什么时候在我车上装了追踪器？没有追踪器，不过是地图定位。我手机地图跟你车上的导航同步的。我松了一口气，只要不是什么追踪器就好。单子飞，你怎么那么卑鄙？小雨，你别生气了，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你赶紧跟我回去吧。我们这2天都住在酒店里，钱都不够付了。人在气急的时候真的会笑。你少给我扯那些没用的，赶紧把我金条还给我，咱俩完了。夏小雨，你真是油盐不进，我就不该听我妈的来你这儿找媒去。那是因为你妈还算清醒，知道离婚了你们一点便宜也占不到。夏小雨，我算是看清你了，你连月月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行，你俩锁死吧，赶紧滚。明天民政局见。说完我扭头就走，多看一眼我都嫌烦。行，我看除了我谁会要你？单子飞的怒吼回荡在车库里。滴滴，身后有人按了2声喇叭。走开，别挡路。等他走了，我赶紧下去把导航软件删了，重新安装了一个。第2天一大早，我就去了民政局。拿到离婚证的我开心极了。一出门就看到刘月月和单子飞他妈在门口等他。刘月月一脸奸计得逞的表情，笑着对单子飞说：“飞哥，恭喜你呀，又恢复单身了。”我拿出一张账单甩给单子飞，这是这么多年的共同开支，除开去你每个月给的3000，一共还得给我15万。你是分期付款呢，还是一次性付清呀？3人目瞪口呆。夏小雨，你觉得这钱我会给吗？你没有花吗？我都说了，除去我的部分呀，你不给我就上法院告你。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恭喜于姐，再获新生。门口10几个风格各异的年轻帅哥拿着横幅给我跳舞整活，我满面春风地朝他们走过去。没多久，他就在警察的见证下把金条还给我了。后来听说单子飞和刘月月结婚了，2个人一起住在单子海他妈的家里。婚后2个人经常吵架，单子飞他妈也不再在家养尊处优，60多的年纪，顶着高血压、糖尿病，还要出去干活给儿子还债，还天天被刘月月打骂。单子海没了我妈留给我的学区房，只能上一个普通的小学，还学习不行，整天被老师批评。单子飞的日子也过得不舒心，除了自己的工作，还要想办法做兼职，还是满足不了刘月月的花销，经常被她嘲笑。她还来骚扰我说想要跟我复婚，被我报警抓了2次。我把他们这一大家子奇葩统统拉黑，把房子卖了。
换了个大房子，还把攒的钱存了起来，享受我高质量的单身的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人到40，前夫出轨了他的小秘书，儿子和小秘书更是亲如母子。你看看你一脸黄斑，又丑又笨，怎么配得上我爸？在父子俩的羞辱逼迫下，我含泪离婚走人。当我拎着破旧的行李箱踏上出租车的那一刻，儿子背着包跟了出来。妈，你的1000万可是我争取的，你可不能独吞。公司周年庆，老公搂着他的小秘书花之雨，在舞池中翩翩起舞。花之雨散开的红裙落在他的眼里、心里。儿子李慕天端着香槟走过来，嗤笑一声：“看够了吗？你看看你，一脸黄斑，穿的什么玩意？我要是你，还不如麻溜拿钱走人。”我看了看已经16岁的儿子，眼泪不由落下来。儿子轻笑一声，端着酒杯迎向下场的两人。儿子和花之雨碰了一下杯，两人笑语盈盈地说着什么。李慕天不知说了什么，逗得花之雨掩面娇笑起来。我的老公李仁达宠溺地轻捶了儿子一下肩膀，儿子故作夸张地捂着心口，哇哇叫着。看着其乐融融的一家3口，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一身暗黑裙，默默走了出去。我一人坐在黑暗里，回想着所有。半年前，我收到一条匿名视频，酒店大床房上，李仁达搂着他的小秘书，正坦诚相见。当我拿着视频质问李仁达时，他只有一句：“喝多了。”我刚想怒骂几句，李仁达黑着脸摔门而去。随后1周不见人影，等我再听到消息，李仁达居然在外面买了房，安置了花之雨，一个说着江南普通话、吴侬软语的商学院高材生。当时儿子正升高中，关键时刻我不敢声张，只能每天晚上压着声音流泪和李仁达争论，换来的却是他的彻夜不归。等到12点，两人终于回来了。我抹去眼泪，蓦然开口道：“李仁达，我们离婚吧。”李仁达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拿起水杯倒了杯水。李慕天3两下换好鞋，拉着他爸去了书房。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人出来了。李仁达走到我面前，歉意地说道：“巧慧，终是我对不起你。离婚你有什么条件说吧。”我摇了摇头，老公没了，儿子也是势利眼，我还争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要。我伸手抹了抹越来越多的眼泪，儿子不屑地看向我：“妈，你知道生意人最重名誉，你这不是想败坏爸的名声吗？别人不理解他和花姨的感情，已经对爸有很多非议，你现在1毛不要，你让爸怎么在生意圈立足？不知道的还以为爸无情无义欺负你这个糟糠之妻。”我抬起朦胧的眼，看向一脸纠结的李仁达：“我什么都不要也是错，那我这半辈子的辛劳算什么？云平山那个别墅给你了，公司股份你就别想了，给你也不会进经营，给你折个价，1000万也没亏待你。你拿了钱就痛快签字吧，别再来打扰爸。”我苦笑一声，不愧是李家的种，一样的无情无义。李仁达刚想再说什么，李慕天附耳低语几句，李仁达笑着拍了拍他肩膀，点了点头：“好，儿子，爸听你的。”李仁达转向我，故作无奈地说道：“既然你也想离，那就明天早上8点，民政局签字吧。”李仁达说完，啪一声关上门，进了卧室。我的心也抽搐地疼起来。一签字，我和李仁达就彻底结束了。我和他是贫贱夫妻，白手起家。本以为自己退出生意，能在家做个贤妻良母，没想到人心变得如此彻底。曾经的相互扶持，走到如今的厌恶嫌弃。第2天，我是被儿子叫醒的，他催促着让我上了车。
看着他心急火燎的样子，我的心更疼了。他似乎比他那个花心的爹更急迫离婚。他主动说跟他爸说，跟我怕饿死。我不知道一直孝顺懂事的儿子从什么时候变的，难道狼心狗肺的基因真会遗传？签了字，还有1个月的冷静期。儿子拎着我的旧包和他爸低语几句，他爸就喜笑颜开地走了。儿子一脸严肃地走到我面前，走吧，我送你去别墅，省得你自己躲哪里哭死，活该一副受气样。儿子嫌弃地拽着我胳膊，拖着我走向路边。我想赌气正开，最终没忍心。到了别墅才发现全部打扫一新，屋里还雇了佣人做饭。看着端上来的精致菜肴，我呆呆坐在餐桌边。李慕天盛了一碗海鲜粥递过来，你这1000万里可有我的生活费，以后你还得按时准备我的饭。我给你请了一个阿姨帮忙，这个钱我出，你可不能克扣我伙食。我接过勺子，喝了口汤，只觉得苦涩不堪，难以下咽。想到刚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我还是忍不住开口关心道：小天，我和你爸是感情不和离的婚，你不要多想，好好读你的书。李慕天讥笑一声，想什么？说着端起碗喝了一大口粥。我有吃有喝，日子不要太舒服，还多了一个小妈疼我。你以为像你80年代受气的小媳妇，她就那样若无其事的大快朵颐着？一时间，我满腹的忧愁不知怎么消散了一半。吃过饭，李慕天就消失了。我四处看着别墅，新的盆栽，房间都重新布置过，温馨又舒适。躺在宿舍的大床上，阳光暖暖的照进来，日子似乎也没那么难过了。中午，阿姨给我做了红烧排骨、清蒸大闸蟹，还有一个喜欢的珍珠汤。李仁达海鲜过敏，我都快忘记大闸蟹是什么味了。我一个人坐在餐桌前，美美的啃了3只大闸蟹，心情都舒畅了很多。晚上，我犹豫着点开了手机，想问问李慕天晚上吃什么，可过来吃，屏幕闪过视频，林慕天和花之与林仁达亲昵地搂在一起拍了照片。红酒，西餐厅，我抖着手，一遍一遍抚摸着屏幕，眼泪一滴一滴落下来。儿子的爱是有的，不多而已。我一个人心灰意冷地躺在床上，静静望着天花板。这20年的付出，终究是一场笑话罢了。灯突然亮起来，我遮了下眼睛，眯着眼看到儿子站在床边。儿子一脸嫌弃地望着我，瞧你出息，说着啪一下扔1摞钱给我，明天去报个瑜伽班，美容院衣服搞起来，过段时间开家长会，你可别给我丢人。领我疼一下坐起来，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不会？儿子翻着白眼，你能不能念我点好？今天大喜日子，我不得去搞点红包。小妈是白叫的，快起来，我给你带了法国牛排，凉了就不好吃了。儿子拽住我胳膊，把我推下了楼。吃着香辣的牛排，我的眼泪不由流了下来。儿子抽张纸，笑着递到我面前，怎么当妈的，天天眼泪不要钱似的，我都被你带坏了。儿子握着我的手，认真说道：妈，以后你就好好为自己活一次，钱的事交给我，我是他亲儿子，他不会不给我钱花，你就看好吧。没过3天，李慕天又拿回10万。我诧异地看着他。李仁达虽然是著名企业家，可也小气得很，1个月也就给我2万块家用，前几天才拿了4万，今天又10万。儿子揽过我肩膀，英语、语文、数学、物理补课费一共10万，我可是答应他了，期末考试冲进前50。我点点头，那你拿去报名吧。儿子拿过5万放到我手上，我决定了，英语语文不报了，我自己学。我着急道：儿子学
席是大事，你不能为了省钱。儿子不耐烦地把钱塞到我怀里，把我往门外推。好了，相信你儿子的智商，下次月考一定进100。你的瑜伽美容安排了吗？我可告诉你，如果你不搞漂亮点，家长会我让小妈去了。站在门口，我看着手里的钱，深吸一口气，转身出了别墅。一连10来天，儿子都没来别墅。这天儿子来了，啪一下拍了一个表格给我，这个是商学院的培训班，你脑子这么笨，去学习一下，也跟着他们见见世面。我犹豫着说道：“我都40了，学这有什么用？”儿子立马板起脸：“我可告诉你，你不去就算，以后你又土又笨。我生了儿子，只认花之语那个漂亮奶奶，你可别骂我白眼狼。你自己不争气，我也不能绑着我老婆儿子喜欢你吧？”我一听，立马咬牙点头：“去，听你的。”儿子满意的笑着：“这还差不多。”说着趴到我肩膀上，嬉皮笑脸的说道：“妈，那里面可都是精英，你不会也像我爸一样，给我带个小爸回来吧？”我一巴掌拍过去：“臭小子，你妈都多大了，还拿你妈开心？”儿子忙跑开，笑着说道：“你现在可是小富婆，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呢。没事，你带回来我也认。”看着儿子跑远的身影，我摸了摸口袋，一摞崭新的人民币出现在眼前，我的眼眶不由湿润了。我选老公的眼光确实差，生的儿子却是个宝。学院培训班年轻人居多，也有不少年龄相仿的。1周下来，大家迅速热络起来，没事组局聚餐，很是热闹。跟着一堆小年轻又蹦又跳，心情都开朗了不少。唯一美中不足就是听课有点晕，当初的大专水平早已经还给了柴米油盐。儿子拿着我50分的试卷轻笑着：“妈，要不咱们比赛吧？我让你30分。”我翻着白眼：“臭小子，瞧不起谁呢？不用你让，下次给你考个90看看。”为了不在儿子面前丢脸，我全心全意投入到学习中。一时间，离婚的阴霾消失得无影无踪。转眼到了1个月冷静期，李仁达开车来接的我。我打开车门，才发现花之雨得意地坐在副驾驶上。“姐姐，我身体不好，老李特别给我贴了宝贝专属座位，你不介意吧？”我淡然看着刺眼的“宝贝专属”几个字，要是换做以前，我肯定勃然大怒，一把撕了下来。花之雨肯定会躲在李仁达身后，拱火的劝他多体谅我，他受点委屈没什么。现在我只想赶快领了证回去上课。课间休息半小时，老王说好的给我讲那道必考题，哪有功夫搭理他这个显眼包？我爽快地拉开后车门，催促道：“老李，你快点，等会我还有事。”领了证，我疾步走了出来。老李忙跟上来，似乎想说什么，身后突然传来花之雨的哎呦声，仓促回头一看，崴脚了。我嗤笑一声，伸手拦了辆出租车。离上课还有20分钟，也不知道老王可愿意给我讲题目了。都怪李仁达，你说签了字领了证，还不麻溜走，非拉着我东扯西扯，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还说一起吃个饭。难不成看我今天穿得漂亮，就想多看2眼？渣男果然见不得穿裙子的，特别是艳丽的裙子。忙了一天，刚完成作业，躺到床上，儿子来了信息，说明天家长会，问我可去。我回了个：“你爸去吗？”“去，有惊喜。”我想了想，回了个：“有惊喜，那我也去看看。”对面就寂然无声了。我怅然躺在床上，回想着这半年的点点滴滴，感觉有时候儿子的目光很飘忽，似乎透过空气在看什么东西，一言一行完全透着一股深沉。想到这儿，
我不由自责起来。儿子虽然表现得很开朗，可终究才16岁，离婚还是影响了他。第二天，我起早去做了头发，又换上了长裙高跟鞋。在商学院的这段时间，我算是明白了，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确实能让人赏心悦目，心生好感。看着几个小姑娘，大波浪、杨柳腰，自己都忍不住心旷神怡。儿子看到我，欢快地跑过来，把我带到桌位上。没1分钟，李仁达挽着花之雨也来了。我和李仁达挤坐在一个桌上，花之雨只能气鼓鼓地站在走廊上等着。这次月考，儿子确实争气，全校98名，比上次期末整整进步100多名。老师特别表扬了李慕天，老李还作为优秀家长上台发言。出了班级，李仁达骄傲地揽着儿子，又看看我，最终说了一句：“巧慧，你今天真好看，谢谢你把儿子教育得这么好。”我苦笑了一下，我和李仁达都是失败者，何谈教育？应该是儿子带我成长，教育了我。儿子调皮地搂着他爸：“老李，你儿子今天给你争面子了吧？还不表示一下？”说着眨着眼，把手伸到李仁达面前。李仁达好笑地看着儿子，一边拉开皮包，一边噌骂道：“臭小子，真是小财迷！”李仁达刚拿出1摞钱，准备数一些，儿子一把拿过来：“还数啥？我拿着再去报个奥数班，争取下次考个50名。”李仁达看着空空的手，好笑又好气地拍了一下儿子的头：“行，只要你小子争气，要命老子都给。爸，可是你说的期末考50名，你给我买辆车吧，就宝马吧，05，让我妈开着，天天给我做饭送学校来，学校饭营养不行。”话音刚落，花之雨赶了过来：“小天，阿姨也可以给你送饭的，就不用麻烦再买车了。”儿子眯眼瞅了瞅花之雨肚子，笑眯眯地说道：“小妈，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赶紧给我生个弟弟。我爸生意越来越好，以后我没个帮手怎么行？我爸可说了，只有你生了李家的孩子，他才和你领证。”花之雨脸色难看起来，手不由抚上肚子：“老李，你真这么想的？”眼见两人撕扯起来，儿子拉着我快速消失在人群中。回到家，我拿出钱一数，22000。看着在奋力刷题的儿子，我的眼眶湿润了。是该我撑起这个家了。20年前，口袋里总共没有100块。我和李仁达从摆地摊照样开了贸易公司，为什么现在我就不能再来一次？最起码我现在有1000万资金。我和李慕天说了自己的想法。李慕天严肃地看着我：“妈，你想做生意我不反对，但一定要看清瞅准，就像找对象，要谋定而后动。”看着一本正经的李慕天，我扑哧一笑：“还找对象？谋定而后动？你找过几个呀？”儿子眨巴眨巴眼，撇着嘴说道：“就你找对象那眼光实在不行，生儿子还行。”我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臭小子还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最后儿子出谋划策道：“你既然做过贸易，不如和补习班里同学讨论一下这方面的市场，他们可都是精英，眼光自然没得说。”我脑海中不由浮现一个人，憨厚的笑容，胖胖的身材，他也是做贸易出身。第二天，我利用课间和老王说了自己的想法，老王立马举双手赞成，表示自己可以免费当秘书。老李也是做贸易出身，只不过现在儿子大了，公司就交给儿子媳妇打理了，自己在家闲着无聊，才报的商学院补习班，来感受一下新知识。经过我俩的考察协商，一致决定从社区平台开始。用户虽然不多，用量也小，不过胜在稳定，货源更不用担心了。
老王熟悉得很，在我和老王没日没夜的整合下，居然跑下了方圆5公里，30多个小区。每个小区建立了专属网络购物平台，由于对商品质量把控严，售后服务好，很快平台有了回头客。虽然挣钱不多，但顾客迅速稳定下来，有的顾客甚至指明让我代买一些东西。正当我这边忙得昏天黑地时，李仁达打电话联系了我。李仁达吞吞吐吐半天也没说什么事，就是回忆一些从前的时光，说想我做的梅菜扣肉了。我的思绪也被他带回了以前。那时我们没有钱，会经常腌制咸菜，吃不完就晒成梅干菜，冬天配上自己做的大肉，上锅蒸成梅菜扣肉。李仁达能干2碗大米饭，可惜他早已嫌弃梅干菜的臭脚丫子味，喜欢上了甜腻香醇的酒心蛋糕。灵没过2天，李仁达又请我吃饭，还派人给我送来了99朵玫瑰花，纸条上留言：“老婆，我错了，请原谅我吧。”我好笑地看着玫瑰花，做错了事一束花就能赎罪吗？玫瑰何其无辜，承担下所有的虚伪、自私、卑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我还是比较了解李仁达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良心发现。内心愧疚，我找曾经的朋友打听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花之语自作主张，高价买了一匹丝绸，谁曾想货发来全是霉斑。李仁达找对方理论，人家拿出合同，写明了货物存在一定瑕疵，原来是花之语自己拿了大回扣，奈何花之语又哭又闹，死不承认自己拿了回扣。李仁达也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公司几个老客户见李仁达由着花之语胡闹，怕出纰漏，干脆断了合作。本来离婚我带走1000万，现在接连损失，短短3个月，公司资金就入不敷出。李仁达所有的悔过殷勤，不过是冲着我的1000万来的，甚至还有可能想拿回别墅，这套别墅也值大几百万呢。这一刻，我由衷的感激儿子，如果不是我及时抽身，还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这对烂人在泥塘里翻滚呢。当时或许是儿子的激将，也或许是他觉得自己能力超凡，不差那点钱，也或许是他想尽快摆脱我这个黄脸婆，好和他的小情人日夜颠倒，所以才爽快地给了我。现在他小情人闯了祸，凭什么又想让我这个前妻填补窟窿？世上有这么离谱到家的事吗？我小看了李仁达的厚脸皮，我不接他电话，他就死守在别墅门口。李仁达一个人落魄地徘徊在门口，看到我立马眼睛亮起来，他搓着手，局促地说道：“巧慧，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本想着拒绝，李仁达忙紧张地解释道：“就是吃个饭，聊聊儿子的事。”我点了点头。李仁达立马打开副驾驶车门，我看着宝贝专属几个字，莫名笑了笑。李仁达迅速弯腰探进车内，一把撕下字条，揉2下扔进垃圾桶。李仁达选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特色餐馆，古朴典雅的红木家具，舒缓优雅的音乐，这还是李仁达第一次带我来这种地方。以前也就小区附近炒几个菜或者吃个火锅什么，那样我已经很开心了。一家人在一起，吃什么对我真的不重要。李仁达慌忙给我介绍着特色菜，我缓缓合上菜单。李仁达，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很忙。李仁达吞吞吐吐半天才说道：“巧慧，我公司遇到点事，你看能不能借我点钱过渡一下？”我转了转手上的杯子，一字一字说道：“不行。”李仁达脸上闪过落寞，依然不死心地说道：“巧慧，你就帮我一次，我这次缓过手，以后挣钱都给你和儿子。你想想，
我就小添一个儿子，我挣钱不给他给谁？我目光微动，这话他还真没说错。他要真去要饭，还真拖累儿子。我点着桌子沉思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李仁达眼巴巴地看着我。你现在差多少钱能补上窟窿？李仁达踌躇片刻，咬牙说道：1200万。令我倒吸一口气，公司每年利润都几百万。公司虽然没有上亿资金，也是流水正常。这还不到1年，公司居然亏损这么严重，花之语难道吃钱啊？李仁达臊眉搭眼说道：你知道现在大环境不好，贸易根本没市场。我冷冷看着李仁达，如果再由着他这样折腾，不出半年，估计就要倒闭了。公司也有我的心血，也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沉思良久后，果断说道：李仁达，我可以拿出1000万注入公司，不过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退出公司，由我担任公司法人，全权负责。你放心，等儿子18岁，我会把公司交给儿子。李仁达脸色突变，勃然大怒：江巧慧，你好毒的心，居然想侵吞我的公司！你的钱不都是我给的，凭什么公司给你管理？我似笑非笑地看着李仁达，一个破壳公司而已，真当我稀罕？只要我愿意，要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成立一个新的贸易公司。我懒得和李仁达掰扯，拎包下楼。没过1个月，爆出一条大新闻：李仁达把花之雨打住院了。原来花之雨挪用公司货款，仗着自己怀孕，死活不拿出来。两人最终闹到对簿公堂。花之雨让李仁达拿出500万给他，要不然就让他把牢底坐穿。扬言江巧慧一个黄脸婆，离婚都拿了1000万，还有别墅。我一个青春美少女，比他差哪了？少给我1毛钱，我就去税务局、工商局举报你。我听后乐了。李仁达要知道他现在卖这么贵，恨不得把脱了的裤子再提上来。我不知道后续故事，每天和老张看货、发货，联系新客源，忙得4脚朝天。这天，消失了的李仁达又出现了，而且是堵在学校门口。李仁达胡子拉碴，眼睛透着血丝，似乎几天没合眼了。李慕天见到他，戏谑地说道：爸，你这状态可不行啊，怎么老气横秋的？这离了我妈好像一下老了10岁。李仁达尴尬地搓着手：你妈最近气色确实不错，年轻了许多。李慕天慢条斯理地看着李仁达，说着戳心窝子的话：爸，我小妈呢？你就穿这样出门，也不知道给你收拾一下。爸，我小妈又漂亮又时尚，不像我妈就知道扫地做饭，眼光自然是不错的。你这衣服不会是她给你选的怀旧风吧？李仁达本来脸上还撑着笑意，这下彻底笑不出来了，只能尴尬地嗫嚅着。儿子快速地扒了我带的饭，抹了抹嘴巴，附耳道：妈，爸这是想和你和好呢，你不会心软吧？我试探地看着李慕天，毕竟他判给了他爸，如果他真想让我和他爸和好，我还真不知道如何面对他。儿子揽住我肩膀，咧着嘴笑道：真是蠢得可以，难怪会被人卖了。从离婚那天，你只是你自己，你应该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优柔寡断、瞻前顾后。你自己幸福了，你关心的人才幸福。听着儿子稚气又成熟的话，我捂着嘴忍住眼泪，拼命点了点头。儿子走后，我让李仁达带我去了公司。公司里冷冷清清，只有保安季大爷和几个老人。好多员工见公司出事，已经离职寻了新出路。看着破败的绿植、凌乱的办公室，我心狠了狠，是该主动出击了。领我拿出手机，打了公司律师电话。10分钟后，律师拿着合同来了。李仁达，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马上签字转让了全部股份。我拿出1000万来给你屏障，如果你再执迷不悟，毁掉的不仅仅是你20年的心血，你就等着坐牢吧。李仁达的如意算盘我清楚得很，不过是想我拿钱来渡过难关。他还把持着公司的大权，以前或许他有几分能力，现在就凭他酒色掏空的脑袋，我真不敢把身家押上去。李仁达看着合同，纠结着：巧慧，你看能不能在公司给我安排一个副总干？你放心，我什么都听你的。副总，我的脑海中不由浮现老王胖乎乎的脸。不行，我已经有了安排。通过这段时间的合作，老王不仅为人踏实，而且在贸易方面人脉资源都很广泛。最关键一点，纵使有了1000亿身家，依然很低调朴素。僵持半个小时后，李仁达最终不情不愿地在合同上签了字。当老王看我拿回的合同，不由诧异地张了张嘴，最终叹口气：巧慧，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老王虽然不赞成我收了这个破壳公司，还是陪着我开始积极投入到策划中。经过我俩的分析，决定先缩减业务，一些后期扩展的钢材业务就暂时停了，再召回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重新以生活品开始。等我和老王把公司捋顺，已经到了期末。这一次，我差点惊掉下巴。李慕天居然真的冲进了前50，特别是英语，居然考了全班第1。老师拉着我上台分享育儿经验，我红着脸羞愧地站在讲台上。一路走来，是儿子让我逆袭翻盘，风生水起。哪里是我教育他，是他教育了我。出了校门，老师的话还回响在耳边：慕天同学照这样保持下去，985绝对没问题。我晕晕乎乎的让儿子牵着我的手上了车。儿子一脸不屑地看着我：妈，你能不能拿出女强人的气势？就这点成绩就飘了？我要考个清华北大优，你还不得激动地晕过去？我呵呵傻笑着：儿子，晕过去也值。换来儿子的2个大白眼。公司开始运营后，我给李仁达安排了一个看仓库的活。李仁达中了协议班，学起了小年轻的招数，每天不是鲜花就是爱心便当，还肉麻地写起了情诗：亲爱的慧，花有开，月有缺，你却永远开不败。看着他蹩脚肉麻的纸条，我赶忙把花和卡片扔进垃圾桶。我天天忙得脚不沾地，也没工夫和他争辩，就是辛苦阿姨倒垃圾了。这天，我正和老王在办公室看一份合同，由于客户回馈数量不对，我俩就对着电脑一笔一笔核算着。李仁达突然闯了进来，一拳掏在老王脸上，猝不及防，老王一个趔趄跌坐到地板上，捂着腰趴在地上。李仁达目眦剧烈地指着老王：你个老色胚，离巧慧远点，她是我老婆。我慌忙扶起老王，关心地询问着。李仁达看我扶着老王要离开，立马委屈地堵到我面前：巧慧，我才是最关心你的人，他就是图你钱的，你别上他当。我好笑地看着李仁达，从和老王合作以来，老王没拿1分钱，还给了我很多资源。凭老王的身家，需要图我这3瓜2枣吗？我把手机戳到李仁达脸上：你看看他是谁，还图我钱？李仁达看着杰出民营企业家的介绍，呆愣在原地。老王一直比较低调，所以公司的人一直以为他就是个帮我打杂的。李仁达嘟囔半天，最终来了一句：就算他不图你钱，也是图你色。对，他就是想骗色的。我忍不住嗤笑起来：色？李仁达，在你眼里，我不就是一个人到中年的黄脸婆吗？有色可图吗？李仁达张了张嘴，底气不足说道：那是我以前眼瞎，
你现在又漂亮又有韵味。我一把推开李仁达，扶着老王往医院赶去。路上，老王忍着额头的汗水，握着我的手，结结巴巴说道：“巧慧，其实他没有说错，我真就是涂色。”看着老王憨厚紧张的脸，我也紧张起来，连忙和司机打岔：“晚上回来，儿子正等在客厅。妈，今天的事我已经听说了。”我疑惑地看着儿子，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儿子拉过我的手：“妈，你和王叔如果真互相喜欢，就在一起吧，这样爸也就彻底死心了。”我不放心地追问道：“儿子，那是你爸，你同意？”儿子认真地看着我：“妈，他没有管住自己，犯下了错就要承担后果，你只要活好自己就行。你幸福我就幸福。”看着儿子坚定的脸庞，小少年，表情坚毅，身姿挺拔。我的小少年已经长大。1个月后，我和老王举行了婚礼。儿子说的对，我才40，错一次而已，更应该鼓起勇气，追逐自己的美好人生。番外：李牧天天。上一世，我被爸爸和小妈哄着，抛弃了爱我如命的亲妈，选择了跟爸爸。刚开始，小妈对我还算殷勤体贴，后来她生了个儿子，她开始怂恿爸爸让我去住校，因为婴儿不喜欢吵闹。除了每个月固定的生活费，我没有再回过家。我的成绩一落千丈，爸爸越来越看我不顺眼，直言我随了我亲妈，又懒又蠢。后来我实在读不下去，从学校偷偷跑了出来。我偷偷去看了妈妈，她一个人在面馆端盘子，脸上都是愁苦的皱纹。那时她被我伤透了心，赌气净身出户。她给我下了一碗香喷喷的面，流泪说自己没本事，对不起我。可我那个有本事的爸却对我弃如敝履。那天，一辆车冲我疾驶而来，我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高2那年。葬礼上，爸爸笑着和来人握手寒暄着，一旁的弟弟顽皮地把玩着我的遗照。小妈更是光彩照人地惋惜着我的英年早逝，只有妈妈静静地坐在水晶棺前，一滴一滴落着泪。这些泪最终把她淹死在深秋的那条小河里。再睁眼，我回到他们争吵的那个晚上，妈妈还妄想着挽回爸爸，挽回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她一遍一遍求着爸爸，念着当初的情谊，念着我的学习。我一脚踢了被子，重活一次，心软这个毛病得治。儿子也可能是白眼狼，何况老公。我一次次羞辱他，刺激他，当着小三的面说他又土又丑。我和爸爸陪着小三公然出双入对，扮演着母慈子孝的感人画面。他终于死心要走了，我给他争取了他应得的钱。本来爸是不同意的，我只说了一句：“爸，你觉得钱给他，就他那窝囊样，他能守住吗？还不是都给我？你还落了个有情有义的好名声。”爸果然相信我了我的话，因为那时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对他的苟且举双手赞同。我提前让人打扫了别墅，把他安置在那里。我想方设法从爸那里捞钱，只想弥补上一世对他的亏欠。妈妈其实很聪明，只不过太顾家，才失去了成长的机会。我所做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我给他报了学习班，在我的激将下，他果然重拾了信心，而且做得越来越好。最后收购了爸的公司，让他去当个仓库管理员。当妈犹豫着问我想法时，我知道他心软的毛病又犯了。我只说了一句：犯了错就要承担后果。看着婚礼上自信大方的妈妈和对他呵护有加的王叔，我笑了。这个白眼狼的名声，我是当定了。不过一切都值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中秋节，老公生意很忙，走不开。我带着女儿提了月饼回娘家，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月饼，
其实我在里面放了娘家人一直心心念念想要的东西，我就是想给爸妈一个惊喜，让他们开心。可是当他们看到我手里只有一盒月饼的时候，脸色迅速垮了下来。嫂子张倩上下把我打量了一个遍，确认真的只有一盒月饼后，讥讽地说：“苏瑶，你出去看看，谁家女儿中秋回娘家只带一盒月饼的，丢不丢人？亏你们家还是做大生意的人。”果然别人说的没错，真是越有钱越抠。他说着还对着我拍了个照，迅速发到朋友圈。不要脸的小姑子回家过中秋了，全身上下就一盒月饼，真是好意思啊！啧，我气得要死，直接不想看他。这个嫂子从来都见不得我，每次回家不给她买几千块钱的东西，她都要甩脸色。我从来都是看在我妈的面子上，怕她给我妈气受才妥协。所以这次虽然有气，我准备的礼物里面依然也有她的一份，甚至她是最大的受益者。我让女儿去楼上找她表哥玩，可是张倩马上堵在楼梯口，别去打扰我儿子，小气鬼生的赔钱货，她太势利眼了。以前我给她买东西，她就高高兴兴的让女儿和表哥玩，走的时候还问什么时候再来。可这次她没看到我的东西，就连楼都不让女儿上了。我深呼吸一口气，叫住了女儿：“走，我们去看看外婆。”我以为我妈不会像张倩那样，可没想到她也是反复问我，真就只带了一盒月饼。我点头，想着等下吃完饭开月饼的时候，她一定会很惊喜。可是她得到我的答案之后，比张希的脸还要黑，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儿：“怎么这么蠢？今天什么日子？中秋节呀，你就这么空手来了？让你大哥大嫂心里怎么想？你让我和你爸的面子往哪搁？我很奇怪了，妈，难道我回娘家就一定要大包小包，几千几万的花钱才可以吗？不然我连家都不能回了。”他接过我手里的月饼，嫌弃地丢在地上，说：“你没脑袋，还真是没脑袋。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就是走亲戚，你走亲戚不带礼物啊？好意思。”他开始给我讲我那些表姐堂妹们：“你堂姐，人家给他妈和大嫂一人买了一个金镯子；你表妹给侄儿买了苹果电脑。你说说，他们嫁的是什么家庭？你嫁的什么家庭？结果你什么都没带，这不是打我的脸吗？”我看了看地上的月饼盒，刚想说，其实我带的东西比那些金镯子、苹果电脑贵多了。大哥苏哲提着几只大闸蟹进来：“瑶瑶回来了呀，正好一会儿吃大闸蟹，这个可贵了，几十块一只呢。”张倩马上从他手里抢过螃蟹，放进桶里，提到了自己的房间。“你发财了，还是中彩票了？居然买这么贵的东西，钱多烧得慌吗？”大哥有些莫名其妙，这不是每年中秋都会买的吗？反正这些也不用我们出钱，你急什么？张倩放好了桶，关上他房间的门，然后气冲冲地踩了大哥一脚：“你买的怎么不是你出钱？你在放什么狗屁？”大哥马上找到我妈，亮出了手机二维码：“妈，12只，一共480块，快点给我。”我妈不动，张倩又踢了我哥一脚：“你 SB 吗？妈的钱不就是我们的钱？你找他要跟找我要有什么不同？”哦，我听出来意思了。我妈也迅速推了我一下：“赶紧给你哥2000，别让他难做人，不然等下又要吵架。”要是换做以前，我二话不说就给了。哪年的大闸蟹不都是我自己买来的？可是今天，我突然就不想给，我累了。我的钱也是自己和老公辛辛苦苦赚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虽然说我们一年也能赚个几百万，但这也不是他们随意索取的理由。我妈见我也是半天没动，她急了，直接说出了口：“
赶紧把钱给你哥呀！这大闸蟹本来就是该你买的，往年你都自觉买回来，今年让你哥去跑一趟，你还不给钱，真是不懂事。我真的很伤心，妈，大闸蟹480，你要我给2000，凭什么？他拼命朝我眨眼，叫你给就给，哪里来那么多废话？你什么都不带，空手就来了，这一大桌子菜都不要钱吗？你就白吃了。我越听越难过，越听越觉得自己不值，就因为我嫁出去了，回娘家吃个饭就都要给钱了。以前我每次主动给，他们没有机会要，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多想过。今天我是真切体会到了嫁出去的姑娘回娘家的路是用钱铺出来这句话的含义了。他们都看着我，等着我给钱。我看了看窗外圆圆的月亮，深呼吸一口气，算了，就给他们最后这一次。月饼既然他们不要，那里面准备的惊喜也不用给他们了。那些可以值几百个2000，不知道他们知道后会不会后悔。大哥收了钱，全家人的脸色才稍微好一些。张倩继续刷手机，女儿在客厅看电视。我妈叫我去厨房给她帮忙，从来都是这样。张倩当大爷，我回家就必须什么都做，不然就是不懂事的小姑子。要放在网上讨伐那种讨厌的没有边界感小姑子。我妈一边炒菜一边教育我，都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是不懂事。以前你回来都带东西，虽然不多，但总是带了。这次真的很过分，一盒月饼是想打发谁？他说我以前带的不多，哪次不是几千几万的带，居然还说不多。我是不是要把家里的钱全部拿回来，你们才满意？他头都没回。你在说什么？我们是这么贪心不要脸的人吗？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家有钱，一年大几百万，让你给个几十100万娘家，我们有错吗？你就是胳膊肘往外拐。你要记住，我才是生你养你的妈，你是吃这个家里饭长大的，你该报答的是我们。对，他一直这么对我说，一直这么教育我，我也一直认为他说的对，所以我尽量帮他们，给他们买东西，给他们花钱。张倩儿子从出生开始的衣服鞋子、奶粉尿不湿，一切都是我在花钱，他从来没有感谢过我，反而总是一副看不上的样子。呀，这些衣服也太普通了吧，看着就很廉价。苏瑶，我儿子可不能穿这些垃圾，过敏了你负责。这奶粉也是，人家都是1-2千一罐，你给我儿子喝300-400一罐，你怎么这么歹毒？你是见不得我生了儿子吗？那次我一甩手，那我不买了，以后你们自己买。他闭了嘴，但是转头就在晚上吐槽我是个小气的姑姑，给孩子买东西都不舍得花钱。饭菜上桌，张倩坐在主位，爸妈在两侧，我和女儿坐在最后。女儿刚伸手去拿大闸蟹，张倩就瞪了她一眼。我妈连忙用筷子打女儿的手，怎么那么馋呢？你妈没教你在别人家里要懂规矩吗？主人给你吃你才能拿，知不知道？女儿不懂，她眨着大眼睛问外婆：“这不是我妈的家吗？怎么是别人家里？”童言无忌，我妈一时竟然找不到话语来反驳，只是给她的大孙子加了3只螃蟹，张倩给自己也加了3只，盘子里面还剩下6只，我爸2只，我哥2只。我妈看了看我，给了1只，最后她自己1只，不管多少，大家都有，可只有女儿盘子空空，她很委屈。大哥见状尴尬的一笑，呀，买的时候忘记安安了，就没买他的份。女儿眼泪都流了出来，我突然就来了气，要我出钱的时候都看着我，吃的时候反而没有我女儿的份，太欺负人。我直接就把折的盘子端到了女儿面前，吃吧，这些都是你的。张倩发飙了，
站起身就来抢，我一筷子给他打过去。这是我买的，凭什么不能给我女儿吃？张倩尖声大叫：“你放什么屁？这是我家，还敢抢我儿子的东西？你脑子里面装的是屎吧？”我直接让女儿端着盘子去茶几上吃，免得看到这些神经病没胃口。张倩怎么愿意呢？她踩了我哥一脚，我哥连忙把他的2只给了侄儿：“吃我的，吃我的！”张倩一个巴掌甩给他：“你这个窝囊废，老子嫁给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该争的不争，该要的不要。”我妈看张倩发了火，她二话不说，先是把我的那只赶紧给了侄儿，然后走到茶几上抢走女儿的3只螃蟹，甚至还有1只女儿已经吃了一半都被她抢走。女儿吓得眼泪直流。我不喜欢外婆，我一点也不喜欢外婆了。我妈黑着脸：“我自己有孙子，要你喜欢，滚，滚回你自己家，别在我家蹭吃蹭喝。”她说我女儿蹭吃蹭喝，这些钱全部都是我出的，最后居然是我们蹭吃蹭喝。我疯了。第一件事，马上打电话给老公，让他赶紧来，先把女儿接回去。然后我平静地看着桌子上抢螃蟹胜利的几个人，他们大快朵颐，丝毫没有想起还有另外2个人，只能看着他们吃。我问侄儿：“这大螃蟹好吃吗？”他摇头晃脑的点头：“嗯。”我笑了：“好吃，那你们就自己买去吧。”我起身后退，一把掀翻了整张餐桌，所有的好酒好菜全部倒在地上，螃蟹掉的到处都是，大龙虾被我踩在脚底，牛肉排骨倒在大哥身上，鸡汤最成功，全部倒在了张倩新做的头发上。大哥和我爸最喜欢的茅台酒碎了，酒洒在地上，是真香。果然贵还是有道理的。哦，这酒依然是我买回来的。大哥慌忙去抢酒瓶子，没注意被玻璃渣子刺进手掌，痛得哇哇大叫。张倩手忙脚乱地整理她满是鸡肉渣子的头发，气得跳脚：“苏瑶，你疯了！你真是疯了！看老子怎么打死你！”我妈还趴在地上捡那几只大闸蟹，作孽呀！这么好的东西，上千块的酒菜就被你这么掀翻了。苏瑶，你到底在发什么疯？发疯？我可没有。我拍了拍手，淡定地说：“我花钱买的菜呀，我买的酒，我买的螃蟹呀。既然我自己女儿都吃不到，那我花这钱有什么意思？都别吃了呗。”我妈伸出手就要来打我，我后退了一步，她一脚踩在油腻的鸡汤上面，自己摔了个狗吃屎，躺在地上起都起不来。我的腰断了。呵呵，我看都不看她，断了就断了吧，我一个外人不要管那么多。我转身就走，我爸一个破碗摔到我面前：“你反了呀，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转身就走。你胆子大得很呐！”我依然没理他，把一直放在角落里面的月饼递给他：“这盒月饼，你们还要吗？”他还没说活，我那躺在地上说腰断了的妈一脚把月饼踢到了门外：“滚！谁要你的破月饼？我自己买不起吗？就这么打发你妈？告诉你，今天你在这里发疯，不留下个10万20万，休想离开！”我扯了一下嘴角苦笑：“我的妈妈呀，你倒是出去看一眼，月饼盒里到底有什么呀？”屋子里面一片狼藉，张倩恨不得现在打死我。她指挥我哥：“你动不动手？我们都被欺负成这样了，你还是不动手的话，我就跟你离婚。你跟他去过吧。”大哥吓得连忙朝我走来，伸手要打我。苏瑶，真是你太过分了，怪不得我。我灵活地躲开，顺手就捡起地上的碎酒瓶，一下对在他的喉咙上。到底谁过分？这么多年，这个家是不是靠我？爸妈养老你出过1分钱吗？你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出过1分钱吗？
你每天除了打游戏就是看手机，你老婆除了逛街买东西也是看手机，出钱出力都是我。你现在说我过分？来，仔细一点，一条一条，一句一句说我哪里过分了。他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话来，因为他根本反驳不了我。张倩见他占不到一点上风，一脚踢开他。苏瑶，你简直目中无人，我今天就替你大哥好好教训教训你。可是他的手还没伸过来，我先一个巴掌给他扇了过去，想打我，看谁打得过谁。他猛了一下，马上呼天抢地，你打我，你TM的居然敢打我，苏瑶，你死定了。我妈见张倩被打，腰也不痛了，腿也不哆嗦了，一下从地上爬起来，孽种，赶紧跪下给你大嫂磕头道歉，不然你就永远别想再回这个娘家。我没笑死，就这个娘家，还值得我再回吗？我根本不想多看他们一眼。刚好老公车来了，我把女儿放到车上，老公什么都不知道，还打算下来打个招呼，解释一下没来吃饭的原因。我直接告诉他，不必了，这个家以后我们都不必来了。张倩恶毒地指着我骂，我妈痛心疾首，苏瑶啊苏瑶，当初我就不该生你出来，真的不该。你看看这个家被你祸害成什么样了。大哥指着老公骂，你这个女婿是怎么当的？老婆回娘家过中秋，你连个像样的礼物都不准备，让他提着盒月饼就来，你不嫌害臊吗？你这么大个男人有脸吗？老公被骂得莫名其妙。老婆，你不是给大哥他们买了房子，说今天晚上给他们惊喜的吗？静止了，一切都静止了。对面几个人都瞪大眼睛，面面相觑。好一会儿之后，张倩才尖叫出声：“啊，瑶瑶，你真的给我们买房子了！哈哈，也不叫我苏瑶了，也不叫我贱人小气鬼了。我没承认也没否认，就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看他们怎么变脸。”我妈马上变成了一个慈祥善良的老母亲，她抓着我的手：“我的儿啊，我就说你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你过得这么好，这么有钱，怎么会忘记我们呢？你那些堂姐表妹什么的，他们怎么能和你比？”我笑了，不是说他们又买金镯子，又买苹果电脑，就我给你丢人了吗？怎么，现在我又比他们强了？我妈尴尬的笑笑，那都是妈开玩笑的，怎么了？跟妈还生气呀？可不行啊！赶紧告诉我们，房子买在哪里的？贵不贵？全款还是贷款？买的多大？张倩也激动了。对对对，最主要是不是学区房？你大侄儿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们正头疼这事儿呢。他们好像已经全部忘记了刚刚发生的所有事情，甚至不记得他们前几分钟还要打死我。现在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房子身上。我示意我妈：“妈，你看看那盒月饼。”她依然瞧不起。那有什么好看的？我知道你是好心，惦记我们，但是你先告诉妈，房子买在哪里的？我还是那句话，你把月饼打开，先尝尝好不好吃。她见我坚持，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好，你想让妈尝尝，妈就领你这份情，去尝一尝。”她依然是带着嫌弃，可是打开盒子的那一刻，我看到她表情的微妙变化。她手指哆嗦着拿出一份合同，脸上全是惊喜，甚至是狂喜。她看了我一眼，然后迅速地拿给张倩：“儿媳妇，快看看这是不是购房合同？”张倩比她还要兴奋：“祥和花园一栋1601。”妈，老公，你们来看，祥和花园啊，就是最好的实验小学片区，就在小学对面，出大门就是学校，旁边还有中学和高中。我妈激动得差点站不稳。那我们住在这里，小军上实验小学就稳了是不是？大哥赶紧抽根烟压惊。当然啊，这是学区房，
妥妥的学区房，全是最贵的学区房，几百万才买得到。他们一个比一个兴奋，恨不得当场喝下几杯庆祝。我妈连忙拉着我的手，走，现在马上带我们去看看，这么好的房子，我大孙子上学有着落了哦。我就说我生这个女儿绝对没错，就是能干。好啊，可以啊。他们这么高兴，我不带他们去不是扫兴吗？而且带他们去看看也可以让我高兴。我让老公先把女儿送回去，然后带着他们一家人去了祥和花园。一路上他们都激动地搓手，每个人的表情都透露着掩盖不住的兴奋。这房子真的很好，我已经买了几个月，甚至我连装修都帮他们搞好了。现在放1年，明年小军上学直接住进来就行。所有的材料、家具我都挑最好最贵的买，房里没有一点甲醛的味道，所以他们现在看得不知道多么满意。张倩第一个跑去主卧，在大床上一躺，习惯性的挑刺耳。还行，就是有点太软了，不过就算了，我这人不挑，将就一下。我妈全屋转了一圈之后，也在次卧躺着。我这房间就是小了点，还没有厕所，总归还是有点不方便。张倩走了过来，一把扯起她的胳膊：“起来，起来，这是我儿子的房间，你们2个老东西怎么配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面？”我妈不高兴了：“3个房间，我们怎么不能住一间？”张倩斜着眼睛瞄了他一眼：“3个房间，我和苏远一间，小军一间，到时候我娘家妈还得一间，你说哪里够住得下你？”我妈懵逼了：“你妈来，当然啊，有房间了，就让我妈来带带小军，我也顺便给她养老，不是一举两得吗？”我妈眼神暗淡下来：“那我和你爸呢？小军一直是我们带大的，我们也要养老啊。”张倩看了看我：“你去苏瑶那里啊？她是你女儿，当然找她去养老。再说了，这里只有3间房，要怪也只能怪你女儿没大的本事，买不起4房，不然我就把你留下来了。”我妈真的马上转头责怪我：“就是你反正都花了钱，为什么不买个大一点的房子？这么小气罢了，抠抠搜搜的，多买一个房间你会死。颠婆，一对颠婆。”他以为买一个房间就跟买一颗白菜一样那么简单吗？他们1分钱不出，就出一张嘴，简直是笑话。我让他们看，让他们去争，因为最后他们谁都争不到。我妈最后妥协了，说她要来跟我住，我就去瑶瑶那里住，反正她那里也是别墅，住着比这还舒服，就是不能天天能看到我的小军啊，我舍不得他。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自信，以为他们说什么我都会答应，做什么我都会支持。后来我想，可能是以前对他们太好，太顺从了，给了他们错觉。我妈还在埋怨我，全都怪你，那么多钱，怎么不直接买套别墅给我们所有人住？你自己就知道住大别墅，给我们就买个小3房。说起来，还是你没把我当回事，我呀，还是白生了你哦！我真是受够了这个永远只有指责、只有贬低的妈。买这么贵地段这么好的房子，她居然还有怨言。我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让她满意，所以我也不跟他们装了，该摊牌了。这套房子是很好，但是你们有没有看看合同签的是谁的名字？他们都愣了一下。然后张倩迅速地去看购房合同，突然她就大声尖叫：“啊，苏瑶，这上面的名字是苏瑶，老公，你好好看看，是苏瑶的。”苏媛也接过了合同，他们都看到我苏瑶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写在合同上。不过苏远倒是反应没那么大，这都是小事，到时候让阿瑶把名字改一下就行。他买房的时候要付钱，肯定只能写他自己的名字，是不是？阿瑶，
是啊，我点头，他们都松了一口气。我妈又开始习惯性的抱怨：“你真是不会做人，付款的时候直接叫上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写我们的名字不就行了吗？还搞得这么麻烦，那什么时候能去过户？”我笑：“急什么？房产证都还没办到，过什么户？”张倩有些皱眉：“那你赶紧去办啊，抓紧时间过户，不然到时候小军上学报名都不够时间。”此刻的我无比庆幸，当初买房子的时候没有带他们一起，要是带去了，那现在这套房子一定是他们的名字。我不紧不慢地放好合同，然后打开门，都看了吧？还满意吧？他们都点了头，只有我妈依然扑我，还是不会做事，接下来还有一堆麻烦。你呀，就是蠢，怎么都教不会。对，我学不会他那些扑女儿的招数，但是现在我指着门，都满意的话就走吧，看看就好。张倩突然一拍脑袋：“对哦，这房子都装修好了，老公，你赶紧回去，把那边的东西收拾一下，今天就搬过来，这里住着多舒服啊！”他们又急急忙忙的走了，迫不及待的回去收拾东西。我也锁好了门，回自己的家和老公女儿一起过中秋。老公安慰我：“看清楚了也好，以后少来往。”是的，少来往，不值得。月饼还没吃完呢，我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还真是迅速。苏瑶，你怎么不在新房子里面？我们敲了半天的门，都没人开。我看着圆圆的月亮，淡淡的说：“我在自己家陪老公孩子呢。”她声音高了8度：“你神经病！不是说了我们回去搬东西来的吗？你跑回去做什么？哪天不能陪你老公孩子，非要现在回去？你赶紧过来！我们一大家子带着东西都在门外等着呢。”我想起他们带着一堆东西站在楼道里面吃闭门羹的场面，就想笑。反正都等着了，那就继续等吧。我继续悠闲地和老公看着月亮。女儿已经睡着，张希的电话没多久又打了过来：“你到哪里了？快点，我儿子困得不行了，他说一定要睡新房，你赶紧。”我嗯了2声，然后拉黑了他的电话，顺便也拉黑了他们所有人的电话。这么好的日子，这么圆的月亮，不要打扰我和老公赏月的好兴致。果然没有电话打扰，我清静了一会儿，但是我疏忽了，他们又打给我老公，这次我接都没接，直接全部拉黑。世界安静了，我也该睡了，就让那贪婪的一家人继续在楼道里面等着吧。反正这个天气也不冷，其实不遭罪的。谁知我刚睡下没多久，就被咚咚咚的敲门声吵醒。打开门一看，好吗？那家人除了我爸和小军以外，3个人都凶巴巴地站在我门口，尤其是张倩，伸手就是一个巴掌给我甩过来。我来不及反应，硬生生地接下了他这一巴掌。苏瑶，你有病吧？大半夜的把我们全家丢在那边喂蚊子，你自己在家里抱着老公赏月睡大觉，你怎么这么神经，心肠这么坏？我妈接着骂我：“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你说到底想做什么？明明知道我们回去收拾东西了，你不在那边等着，反而自己跑了回来，到底是想干什么？”我摸着被打得火辣辣的脸，反手就是左右开弓，还给了张倩。这些年我是太给你们脸了，让你们一个一个的这么欺负我。你们自己想想，一年到头我给你们买了多少东西，花了多少钱，结果呢？我中秋回去没带东西，你们要给脸色；我女儿吃只螃蟹，你们都要打要骂。现在好了，我什么都不买了，什么都不给了，我也不回去了，你们怎么又不开心呢？怎么又找过来了呢？张倩被我打了2个巴掌，她怎么能接受的了？马上跺着脚：“苏远，你就看着我被他这么欺负，
你还是不是男人？苏远撸起袖子，手就朝我伸了过来。我正准备拿门边的棒球棍子时，老公从我身后冲过来，一脚把苏远踢飞几米远。垃圾！我一直把你们当作遥遥的亲人，对你们的贪婪睁只眼闭只眼，但是你们非但不感恩，居然还冲到我家打我老婆，当我不存在吗？苏远痛苦地捂着肚子流汗。我妈见她的好大儿被打，那怎么能受得了啊？暴跳如雷。你们反了，简直反了！女儿女婿居然敢打娘家人了，大哥大嫂都敢打，是谁给你们的胆子？我这个妈，他儿子被打他就不得了，可是刚刚张倩打我的时候呢，他一声不吭，甚至他还想亲自动手打我几个巴掌吧，说不难过是假的。她是我妈，我们2个人的妈，区别就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这个女儿，在他眼里永远就是不值钱的那个，是只能给他花钱，只能孝敬，不能索取一点的那个。可是凭什么呢？我也是他生的呀，他生了我，却又不喜欢我，凭什么呢？我就是不服气，我就是不明白。我拼命忍住要掉下来的眼泪。我也是人，我也想要家庭的温暖，我也希望得到爸爸妈的爱，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贴补娘家，把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东西都送给娘家，就是为了得到那一点点父母的爱。可是他们终究还是不爱我呀，我终究还是失望了呀。我眼眶通红，直勾勾地问我妈：“你只看到苏远被打，那我呢？我没有被打吗？他被打你受不了，我被打你是不是还在心里叫好？”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错了，反而理直气壮：“你那是活该，谁让你顶撞大嫂？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嫁出去的女儿在娘家是没有地位的，让你回去都是对你的恩赐。”我真想大笑3声。那我谢谢你们了，以后你们也不必再恩赐我，我不会再回去你们那个家。从今天开始，我发誓永远不会再踏进你们那个家半步。说到做到。我妈脸色变了变，嘴巴张了好次，最后才说：“你发什么疯？想和我撇清关系？我是你妈，生你的妈，你身上流着我的血，永远也撇清不了。”张倩也是愤愤地指责我：“你这话什么意思？以后就跟你妈没关系了？想得美，她老了，该你养老的时候了。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苏媛也跟着附和：“对，我正想告诉你，我们已经商量好了，马上把爸妈送到你这里来养老，我们一家去新房。”呵呵，商量得真好。可是我不同意。张倩突然想起现在来的目的，把新房的钥匙交给我。我困死了，懒得跟你在这里瞎扯。我妈也跟着她一起要。对，先赶紧把钥匙给我们，然后你抓紧时间去过户，我和你爸明天就搬到你家来。我真的笑了，一边笑一边流泪。他们就这么理所当然地安排好了一切，住我的房子，然后把年迈的从来不爱我的父母丢给我，想得真美。我像听不懂一样反问他们：“什么房子？什么钥匙？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妈急了，伸手又要来打我：“你这个死东西，还在这里装什么装？赶紧把祥和花园的钥匙给你大嫂！一天到晚的脑子就缺根筋，什么都要我教，这么多年也没把你叫聪明一点。”我抓着他的手腕，冷冷地说：“妈，最后一次喊你妈，这辈子你都不会再听到我喊你一声妈。你听清楚，都听清楚，那房子，你们想多了，根本不是给你们买的，就是我自己的房子，我安安上小学的房子。不知道你们哪里来的自信，我会轻而易举地给你们买几百万的房子。你们到底哪里值得我花这么多钱？你们说说呀！”哇哦，他们都疯了，个个赤红着眼睛，在圆圆的月亮下面，真的跟传说中的吸血鬼一模一样，太像了。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我必须远离这家人，远离这吸血的一家人，永远不要再靠近。张倩第一个大叫：“你放屁！之前你才说这房子就是给我们买的，给我小军的学区房，才过了几个小时就变成你赔钱货的了，凭什么？他有什么资格上那么好的学校？一个蠢货而已！”我啪的一声甩了他一个大巴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张口闭口就是我的女儿赔钱货，蠢货！你自己不也是个女人？在你眼里，你不也是个赔钱货？你怎么不自己去死了算了？活着浪费空气！他气得张牙舞爪，想来打我，可惜老公挡在我面前，他根本都近不了我的身，他只能去逼我妈。这就是你的好女儿，你教出来的好女儿，白眼狼，吃独食，自己住着这么好的大别墅，还要贪心的霸占我儿子的学区房。我告诉你，今天无论如何你也要把房子给我要回来，不然你就死在外面，休想进我家的门。太毒了，这就是我妈喜欢的儿媳妇啊，榨干女儿补贴的儿媳妇啊，这到底算不算是她的福报呢？我妈被张倩吓到了，怎么惩罚她都可以，但就是不能拿小军来吓唬她，那是她的命。她咬着牙齿骂我：“苏瑶，我是你妈，你的命都是我给的，现在要你一套房怎么了？要你一点钱怎么了？要你给我养老又怎么了？这些都是你该给我的，是我应得的，不是你施舍给我。赶紧把钥匙给你大嫂，不然别怪我闹事不给你脸，简直是岂有此理！我要你生的我，不是你自己生的，是我强迫你生的，笑死了！你闹事，闹啊！我看你怎么闹！这么多年，我该还你的也还够了，只有多没有少。你自己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生我？”他身体往后缩了缩，因为他生我不是因为喜欢我，不是因为爱我。从我出生，看到我是女生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打定了主意。我的用处就是给苏媛减轻负担，我负责他们老了的一切，而苏媛只负责潇洒一生。所以他一直扑我，给我灌输娘家人最大的观念，告诉我不管嫁不嫁人，任何时候都是娘家最大。甚至我刚结婚的时候，他还要苏远到我家来指手画脚，当我家的一家之主。要不是我当时极力反对，而我老公也比苏远那个废物有本事多了，不然他现在真的可能就在我家当家做主。张倩眼看我妈气势下去了，那怎么行？她又继续拱火，我不管，反正不管谁买，我有房子就行，我儿子有好学校就行。苏瑶不买，那老太婆你就买，总之我就是要学区房。我妈一听要她出钱，那不是要了她的命吗？她哪里拿得出来这么多钱？张倩还在说，要是你们都不给，那我就和苏远离婚，带着小军嫁给别人，让他叫别人爸爸，总有人给我们买房。哈哈，我妈吓死了。小军那是他的命根子，他只有继续骂我。我生你出来的恩情，你这辈子都还不清。苏瑶，今天要么把房子给我，要么你就把命还给我。太狠了！他说这话真是让我伤心到底。我的命现在就还给他，就看他敢不敢要。我冲进厨房就拿了一把菜刀，他们看到都吓得连连后退，老公也吓得面无血色。别冲动啊，老婆，你还有我，还有女儿，千万别冲动啊！他们都以为我气疯了要大开杀戒，可是他们都错了。我把刀递给我妈，来呀，我把命给你，你拿去，拿去呀，我还给你，全部还给你。他吓傻了，没想到我这么疯吧？他疯，我也疯，我就看看今天到底谁更疯。我要不是这一次疯到底，以后他们还会无穷无尽的来找我，永远摆脱不了。要闹就闹一次大的，闹得他们再也不敢来找我。
他双手挡在胸口，把刀往我这边推。你别冲动，我只是说气话而已。我怎么可能真的要你的命呢？你是我怀胎10月生的呀，怎么就不能理解我的一片苦心？他又来了，又开始扑我。可惜我现在一个字都不会听。我是你生的，苏远也是你生的，你同样怀胎10月生的他，可你对我们的态度天差地别。就因为他是儿子，你舍不得他吃苦，舍不得他花钱，什么都指望我。我今天就告诉你们所有人，这个冤大头我不当了，谁爱当谁当。我最后瞪着比他们还要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妈。来，刀给你，我的命也给你，你拿吧，拿去吧。他吓得连连后退。我不是那个意思，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又把刀给了张倩。你呢？你要不要？给你呀，拿去呀，不是要打死我吗？他跟我妈一样，退得更快。我继续递给苏远。还有你，你怎么想？要不要？来，刀给你，想打死我就趁现在，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机会。他结结巴巴，瑶瑶，你别冲动，没有那么严重，千万别冲到啊！哥怎么会打死你呢？永远不会。我又笑了，看着他们所有人，我给你们了，你们都不要，那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我们一刀两断，永远都不要找我，知道吗？他们都不敢再说任何一句话，生怕一个不小心刺激到我，到时候不是我死就是他们死，总之不可能善终。给你们机会了，你们都不要。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你过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谁都不要找谁。我用力地关上房门，把那贪婪的一家人关在门外。老公赶紧拿下我手里的菜刀，腿都在打哆嗦。你太彪了，吓死我了，知道吗？连他都吓到了，那贪婪的一家人也被吓到了吧？很好，这就是我要的效果，吓得他们再也不敢出现在我面前。果然，他们好久没有再来惹我。我以为终于要清静了时，2个月后，我妈又来了，当然目的还是那套房。我二话不说，依旧提着菜刀，只有一句话：命给你，来拿，你来拿呀！她仓皇而逃，嘴里不停念叨：疯了，你真是疯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我终于清静了。等到第2年安安上小学时，我带着他搬进了那套学区房。听说小军因为没有房产，找不到对口的学校，苏远和张倩又没有钱让他去上私立的，他只能回老家村里上学。张倩不同意，他在家里大闹了几天之后，逼着我妈把唯一的20几万积蓄给他，让小军上了个最便宜的私立。而张倩拿到我爸妈的所有钱后，马上和苏远离了婚，迅速嫁给一个老头，爸妈气得差点晕死过去。而苏远也怪爸妈没有给他挣到一套学区房，害他妻离子散，一气之下去了国外，说要去挣大钱回来抢儿子。但是没多久，我就看到他出现在被诈骗遇害的名单上，爸妈崩溃了，孙子被带走了，儿子也没了，他们也不敢来找我。最后双双喝了农药，我还是去给他们收了尸体，送他们去火化。但是我一个骨灰盒都没给他们买，随手就把他们撒在了火葬场门口的垃圾桶里。他们不需要轮回，不需要转世，不然不知道又会去害谁。这辈子他们生了我，却没有善待我，我不欠他们的，能给他们收尸，已经是我对他们的最大恩赐。就像当初我妈说的，肯让我回娘家也是对我最大的恩赐。他对我所有的恩情，我全部还给了他，从此再无思念。